今天我们来玩一下大火鸟出品的夜战型猎狐者。首先是轻装形态的猎狐者本体，身上的履带和棱角分明的大块装甲，很有现代坦克的既视感啊。本体裸露的内部骨架几乎全都是合金材质，质感层次很好。和我们孜孜不倦的 HG 新生78对比，猎狐者大概高 14.5 厘米左右，裸的素体本体重量是197克左右。身上多处都有3毫米的通用接口，借助屁股的这个孔，我们就可以插上多款通用支架了，可动还是不错的。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肩部无法拉出，大臂的抬起，无论是轻装还是重装都会有干涉，肘部的可动也只有90度。同时，腿部金属骨架和装甲可动是互相独立的，没有卡扣固定啊，导致脚踝是一个虚位，靠松紧度保持姿势。把玩时要注意，脚踝要移到小腿装甲的后方，才能有效的避免干涉，方便接地。但这个部位也给予了大范围的可动，非常变态的可动啊，甚至可以让猎狐者一字马展开，真的很厉害。反而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部分了。素体的猎狐者手感很好，很紧实的一款小型机甲。虽然没有看过一鸟代码的故事，如此多的外部装备就可以猜测到这款猎狐者的泛用性一定很高。套件给了装甲部分、武器部分、连接零件和造型手。本体搭载的是努瓦尔专用天线头，套件标配的是这个量产机的头部。接着开始装备搭载，我模仿的是官图的某一个造型，因为全身都是通用3毫米的接口嘛，装备的搭配自由度很大，甚至感觉如果这个系列以后有更多的出品，玩家能做出的造型就会越来越多，千奇百怪。继续给手部安上制式突击步枪，然后是多功能的战斗集装箱，高周波战斗刀我选择安装在了左臂，小腿甲两侧我选择安装了便携导弹包，最后给背后的接孔安上大块的装甲护盾，这里作为屁连的功能来使用。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装甲模式的重装形态。继续和78对比，高度没有增高很多，但厚实了不少，重量则是增长到了261克。重装下的这款猎狐者虽然是科幻的幻想造物，但设计语言让我再次感觉很接近现代的那种装甲，很有真实感。武装是可以随意的进行调整搭配的，通用接口很多的同时，也给了足够多的连接件。可动把玩上依然很优秀，唯一的不足可能还是肩部、装甲和关节的干涉可能会影响一些可动。整体的把玩可动是很不错的，可以肉眼可见啊，这个关节保持力度是非常的强力的。估计尺寸偏小也是为了每个关节能扛住重量吧。整体的这次把玩啊，我是变了蛮多次的，每个关节依然非常紧实。接着就是这款猎狐者的坦克模式。得益于接近现代军武的设计语言，坦克模式的猎狐者更有说服力了，当然也更帅气张扬一些。我个人主观感觉啊，近未来现实中的那些装甲载具什么的，可能会更加隐蔽、更加简洁吧，在外观上。坦克的装备搭载，我这次是模仿了官图的其中一个造型，总之自由度也是蛮高的了。变形机构上，设计师做出了非常牢靠的结构设定。首先是拆除外部装甲，单体变形会更方便一些啊，更易于我们操作。拆除基本的素体以后呢，首先开始腿部变形，我们这里要先拉出小腿的内部骨架，将脚部进行一个180度的翻折，接着完成一个坦克尾部的变形。另一侧也是同样的操作。总之整体的这个变形思路，我们只要记住腿部就是坦克的尾部就可以了。接着是翻折上臂，让两条手臂平行于胸部即可。因为是坦克的尾部，我们这里要让重复造型的两条腿合并，也就是让小腿的装甲去包裹住大腿的部分进行一个重合。接着继续坦克前部的操作，拉开上半身，让上半身完整的展开，然后翻转胸甲顶部的盖板，展开后就形成了坦克的前部。上半身进行一个垂直的角度放置，会有2个平行的孔洞，这正好对应大腿内侧的2个平行的孔洞。这样只要把腿甲彻底的上抬，进行一个安插，就可以非常牢固的结合在一起了。另一侧的腿甲部分也是如此操作。之后就是把小腿内部骨骼和整个大腿进行一个合并，左右两侧都是如此，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猎狐者的腿部就变成了坦克的后部。最后就是把小臂的孔洞和外甲外侧的卡榫进行一个安插固定，猎狐者坦克模式的核心部分就完成了。接着是外部装备的安插，肩甲部分在肩部孔洞安插好后，翻转出履带的部分要和手臂的履带部分进行贴合，另一侧与此相同。坦克的后部我选用了小型装甲护盾，配合机械臂连接件进行了安装，还挺好看的。然后是大型护盾和多功能滑膛炮的安装，战斗集装箱搭载了一些用不到的武器，我给安装在了坦克的尾部中间的部分。膝盖的装甲重新装回了原有膝盖卡榫的部位，两侧都是如此。其余就是一些小组件的安装了，这样就完成了，也是我模仿官图的一个造型进行完成的。当然，猎狐者不单有装甲、人形和坦克的造型，这里把战斗集装箱给展开，它的前后都可以进行里外2种造型的展示。上部安装一个增加了机械臂连接件的多功能滑膛炮，一个火炮雏形就出来了。接着安装上增加了机械臂连接件的膝盖装甲，设定是叫什么电子迷彩发生器啊。火箭舱的右侧也是如此安装，在外围我没有模仿官方教学，而是使用了2块小护盾进行堆叠，而火箭舱的底部也是用了一大一小2块护盾进行合并。
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单独造型的自动火箭舱，搭配轻型装甲的猎户者，又是一个很有故事的造型啊。这个简单堆砌的火箭舱甚至还能调整一些角度，确实不错。接着是4足合体模型的造型，这个造型看似复杂，其实变得还挺简单的，只要找准角度。变形过程我就不展示了，大家可以去看拉斯老师的 B 博来看具体的变形教学。并且因为有多处的连接嘛，而且外加关节很紧实，这款合体造型意外的非常稳定啊。接着我还瞎胡诌了一个模仿扎古坦克的造型，因为连接处只有一个点，所以相对没有那么稳定了，但是有点像那种 MA 性质的移动要塞嘛。然后也因为每个零件确实可以随意搭配，我也没怎么深入去想，但出来的这个造型依然很帅啊，不得不佩服设计师提前给我们预留的这些素材零件。总之玩下来，这套猎户者很赞啊，就算是我没有看过一鸟代码的相关作品，都会不由自主的喜欢上。无论是把玩亦或是造型，都很棒，我非常推荐。